提到星际和平公司的战略投资部，人们总会想到他们的运筹帷幄的从容和银河尽在掌握的自信。在这其中，尤为耀眼的必然是由钻石亲手选擢出的10位精锐实心10人。他们用缜密的布局和精准的计算，为星际和平公司追讨回一笔又一笔不良债务。可10人中有位异类，他不相信缜密的布局，也不相信精准的计算，他只相信手中的筹码和孤注一掷的勇气。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备受瞩目的战略投资部新星沙金。本期走进星球，我们特别请来了沙金先生的好友，博识学会的明星学者维利塔斯·拉迪奥教授，为我们答疑解惑。谈不上好友，只不过与那些真正的蠢材相比，他至少不是个糟糕的搭档。在拉迪奥教授的字典里，这已经算是很高的评价了呢。及格分吧。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及格分的沙金同学都有些什么本领吧。沙金是存户命图的虚数属性角色，作为战略投资部的不良资产清算专家，光是他那高贵华美的外表，就能令银河中的老赖们望风而逃。我和他说过很多次，穿得太显眼，总难免打草惊蛇。但没关系，沙金从不给敌人逃脱的机会。释放普攻，沙金可以对敌方单体造成基于沙金防御力的虚数属性伤害。不过和那些尝试负隅顽抗的蠢货比起来，逃跑反倒略微高明一些。没错，面对负隅顽抗的敌人，沙金会向他们展示琥珀王的伟力。释放战技，沙金会为我方全体提供可叠加护盾量的护盾坚元筹码，持续一定回合，其护盾量存在一定上限。值得注意的是，持有坚元筹码的我方单体效果抵抗会得到提高，并在我方受到攻击时为沙金积攒盲注层数。同时，沙金持有坚元筹码时能够抵抗控制类负面状态，该效果存在冷却时间。当盲注达到一定层数后，沙金会消耗盲注层数，发动追加攻击，对随机敌方单体造成少量虚数属性伤害，弹射一定次数。这战斗方式可真是不像话。要让赌徒了解理性，还是太勉为其难了。沙金释放终结技后，会随机得到一定层数的盲注，随后使敌方单体陷入惊惶状态，持续一定回合，并对敌方单体造成基于沙金一定防御力的虚数属性伤害。同时，我方目标击中处于惊惶状态下的敌方目标时所造成的暴击伤害还会得到提高。哇哦，如此盲注，光是看着就让人直冒冷汗。他对此自有一套歪理，知足是凡人的美德，胆怯是赌徒的大忌。而沙金的秘技更是将这句格言诠释得淋漓尽致。沙金使用秘技后，会随机获得3种防御力提高效果中的一种，3种效果的防御力提高程度各不相同。而在下一次战斗开始时，该效果会提高我方全体的防御力，持续一定回合。值得注意的是，秘技重复使用时，仅保留防御力提高数值最高的效果。以身入局是赌徒的愚行，但他却总能全身而退，所以他才总是学不到教训。接下来，为了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沙金先生的战斗哲学，他特意为本节目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就让我们看看沙金先生在实战中的亮眼表现吧。竟然还亲自提供素材，他绝对有点表演型人格。在解锁特定行迹后，沙金在战斗开始时即为我方全体提供了护盾坚元筹码，其护盾量基于战绩所提供的护盾量，该效果持续一定回合。不要忘记，攻击有护盾效果的我方都会为沙金积攒盲注层数哦。沙金只相信先手优势，他脑中的额叶恐怕永远也学不会何为后发制人。哈哈，敌人不甘示弱，随即朝着我方发动了攻击。愚蠢，在这种时机发动攻击，只会让沙金赢得更加痛快。不出所料，敌人源源不绝的攻击并没有击破沙金所给予的护盾，而因为沙金特定行迹的存在，持有坚元筹码的3月7发动了反击，同时也为沙金积攒了盲注层数。而随着敌人的不断攻击，层数很快就满足了触发条件，发动了追击效果。此外，因为另一个行迹的效果，沙金的防御力会提高自身暴击率，追击也更容易触发暴击。同时，沙金在发动盲注触发的追击后，因行迹的影响，补充了我方全体的护盾量。
牌桌上的伙伴同样是赌局的一部分，能领悟到这一点，就早已超越了寻常的赌徒。敌人还在不断攻击，但也只是徒增盲注的层数罢了。沙金释放战技后，护盾又一次得到了补充。随着大招释放后，又一次叠加到了足够的盲注，追击触发。从头到尾，敌人甚至没有对我方造成任何伤害，便已灰飞烟灭。下班收工。很多与沙金作对的人，都以为自己是牌桌上的玩家，可实际上，他们只配做沙金指尖的筹码。嘿呀，感觉虽然拉迪奥教授嘴上不饶人，但你们之间还是互相认可的嘛。稍等一下，互相？那家伙跟你说了些什么吗？沙金先生可是点名要求拉迪奥教授做本期嘉宾的哦。他说，也许只有拉迪奥教授才能解释清楚我的战斗方式。真是胡扯，他就是个毫无逻辑、毫无规律、毫无理性的混沌体系，我怎么会搞得懂？那烂赌鬼该不会以为我研究的计算机学是计算弹珠机获胜概率的学问吧？他还说，拉迪奥教授一定会极力否认这一点，但若不是基于对我能力的充分理解，他又怎么会接受节目的邀请呢？不完全正确，只是因为我比较认可走进星穹节目对于宇宙间真理和知识的传播所做的贡献而已。真不知道二位的关系到底算是好还是不好呢？